如果一部剧的正片已经够甜，那么王浩真和郭雨欣的花絮可能真的可以单独剪成另一部电影。最近，《好雨之时节》的相关花絮不断引起讨论，尤其是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间那些自然又有趣的互动，让不少观众忍不住感叹，这两个人只要站在一起，画面就已经自带剧情。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花絮并没有刻意营造所谓的甜蜜感，反而是因为两个人不断笑场、临场发挥和一些没有写进剧本的小动作，让观众觉得更加真实。而这也可能正是王浩真和郭雨欣这次合作最让人上头的地方。先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早在剧集上线之前，两人的片场花絮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关注。在公开的幕后内容中，可以看到两人有不少轻松互动，比如扯衣袖、转圈、笑场，还有一些看起来非常自然的小动作。这些画面如果只看一遍，可能觉得只是演员在工作，但如果连续看几遍，就会发现真正让人上头的并不是某一个动作，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非常流畅的互动节奏。王浩真的状态尤其有意思。镜头前的宋之杰是一个相对克制、严肃的人，但到了片场，他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一面。有时候认真到像是在开会，有时候却因为郭雨欣一个临场反应直接破功。这种反差恰恰成为了花絮里最大的看点之一。而郭雨欣的表现同样很有意思，他并不是每一次都严格按照剧本完成动作，有些时候他会突然做出一点即兴反应。比如在某些互动中，本来应该是比较常规的情绪表达，他却加入自己的小动作，甚至把原本比较浪漫的画面瞬间变成喜剧现场。导演一喊卡，现场的气氛也随之变得轻松起来。这种感觉很像什么？就像一群演员明明正在拍爱情剧，却突然集体进入了综艺模式。所以网友才会觉得，这些花絮如果全部拼起来，甚至可以剪成另一部作品。而且是一部完全不同于正片的作品。正片讲的是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花絮讲的却是演员本人之间的默契。一个负责让你心动，一个负责让你笑，两种情绪叠加在一起，自然就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化学反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好雨之时节》本身就是一部非常依赖人物情绪和关系变化的作品。剧中10岁和宋之杰的相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宠开局，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都有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们的关系需要一点一点建立，从最开始的陌生到逐渐理解，再到产生依赖，整个过程更强调情绪上的积累。而王浩真和郭雨欣在花絮中的轻松状态，反而让观众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把正片看成角色的故事，那么花絮就像演员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特别喜欢幕后内容，因为正片中的演员需要成为角色，而花絮中的演员终于可以做回自己。王浩真可以笑，郭雨欣可以闹，两个人可以因为一个动作不小心笑场，也可以因为临时反应把原本的镜头变得更加有趣。这种真实感有时候比精心设计的甜蜜桥段更容易打动观众。当然，最容易让观众尖叫的还是两人的亲密戏花絮。相关花絮曝光之后，不少观众第一反应就是这两个人的镜头感真的很强，尤其是在一些连续动作中，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非常顺畅，从站位到眼神再到动作衔接，都让画面显得非常完整。但有意思的是，镜头之外，两个人并没有一直保持那种浪漫氛围，反而经常出现笑场，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镜头里是男女主角，镜头外却像两个正在一起拍戏的朋友，上一秒还在深情对视，下一秒可能就因为一个小失误直接笑场，上一秒观众还在感叹太甜，下一秒就忍不住跟着他们一起笑。这种节奏其实非常适合短视频传播，因为它同时具备了颜值、CP 感、反差感和喜剧效果，也难怪相关花絮会不断被网友二创。而从目前的传播效果来看，《好雨之时节》的表现也确实相当亮眼。据公开讨论和平台相关信息，剧集上线后很快获得关注，有粉丝整理称，上线16小时 FFD 破亿，首日热度达到8485，收藏量也很快突破100万。更有意思的是，
平台账号也持续发布两位主演之间的幕后内容，并用温柔救赎和人物关系来强调这部剧的情感线。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观众对这组演员组合的关注，并不只停留在剧情本身。很多人追剧是因为想看宋之杰和10岁最后会走向哪里，但看完之后，他们又开始回头寻找王浩真和郭雨欣的幕后花絮。这就是现在娱乐内容非常典型的一种传播方式。正片负责制造剧情，花絮负责制造话题，二创负责把话题继续放大。最后，观众甚至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不是只追了一部剧，而是同时追了2个世界。一个是宋之杰和10岁的世界，另一个是王浩真和郭雨欣的片场世界。而这2个世界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让人心动，一个让人笑。其实，王浩真和郭雨欣这次合作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两人此前已经有合作基础，因此再次搭档时，观众对他们的互动会天然带有期待。公开报道也提到，两人的花絮中出现了扯衣袖、转圈以及自然拧瓶盖等互动，这些细节因为比较自然而受到讨论。这类小动作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对于 CP 向观众来说，真正让人上头的往往就是这些细节，不是轰轰烈烈的台词，不是刻意安排的浪漫桥段，而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次没忍住的笑，甚至是一个完全没有按照剧本发展的瞬间。因为这些东西会让观众觉得他们真的很有默契。当然，我们也要分清楚，花絮里的互动首先是演员在工作中的表现，网友觉得甜属于观众对画面的感受，并不代表现实中的2个人存在超出合作关系的私人感情。所以，与其去猜测他们现实中的关系，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他们作为演员所呈现出来的化学反应上。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组搭档确实很有意思。王浩真负责稳定节奏，郭雨欣负责制造意外，一个看起来认真，一个经常突然打破认真，一个负责把戏演下去，另一个负责让现场突然笑起来。最后形成的效果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差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网友会说，这些幕后花絮完全可以拼成另一部电影。因为如果把所有笑场、互动、即兴发挥、亲密戏花絮和片场瞬间全部剪辑到一起，它确实会变成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甚至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拍戏的时候别笑。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部花絮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可能会比正片还想看。毕竟正片里的宋之杰和10岁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故事，而花絮里的王浩真和郭雨欣则让大家看到了演员之间另一种轻松有趣的状态。一个故事结束之后，花絮却还在继续，这大概就是幕后内容最神奇的地方。它不会改变剧情，却可以改变观众对演员的印象。它不会增加角色的台词，却会让角色背后的演员更加鲜活。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追《好雨之时节》，千万不要只看正片。有时候，真正让人上头的，可能就在导演喊卡之后，因为那一刻故事结束了。但属于王浩真和郭雨欣的欢乐片场才刚刚开始。如果把正片比作一场春雨，那么这些花絮大概就是雨停之后，而海边吹来的那阵风，轻轻的，甜甜的，还带着一点猝不及防的笑意。而这或许就是王浩真和郭雨欣这次合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你觉得他们的幕后花絮有没有可能真的比正片还好看？如果让你把这些花絮剪成一部番外电影，你会给它取什么名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这里是我们每天带你看不一样的华语娱乐故事，我们下期见。